玩过服务型游戏的玩家可能都会有类似的体验，那就是游戏总是不断的推出各种限时活动、战斗通行证以及限时皮肤，逼得你不得不每天上线。你原本只是想放松一下，结果却产生了完成任务的压力，每天都在计算进度、赶任务，好像不上线就会错过什么重要的东西。久而久之，游戏从一项娱乐活动变成了一种负担，仿佛上班打卡一般，完全失去了最初玩游戏的那份乐趣和自由。越来越多的玩家像我一样意识到了这一点。多年以来，服务型游戏，也就是那些不断更新、依赖微交易驱动、希望让玩家长期沉迷的游戏，主导了主要发行商的战略。这些公司被持续性的循环收入和长期玩家参与的承诺所驱使，向这一类游戏投入了无数资金。这些游戏优先考虑微交易、战斗通行证和季节性内容，而非传统的完整游戏体验的弊端已经变得无法忽视。玩家们正在大面积的离开，对重复的内容、不断上涨的微交易价格以及缺乏有意义的创新感到失望。游戏行业对服务型游戏的痴迷已经是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这是一种缓慢的自我侵蚀、自掘坟墓。大家好，欢迎来到第九频道，我是老九，在这里我们一起剖析第九艺术的真谛。服务型游戏的市场已经完完全全的过度饱和了。早期服务型游戏的成功，让发行商相信这个模式是一座金矿。这种模式最初由堡垒之夜和原神等头部产品验证成功，被视为提高玩家留存率和长期盈利的黄金标准。然而，玩家群体正在被过度的拉伸，整个行业正在陷入一种恶性循环，那就是游戏公司不断的推出新的服务型产品，试图争夺有限的玩家时间和消费意愿，而玩家则因为选择太多、负担过重而逐渐失去耐心，甚至一听到服务型游戏的名字就退避三舍。服务型游戏市场的过度饱和，最直接的表现就是同质化竞争。以大逃杀射击类游戏为例，在绝地求生和堡垒之夜成功之后，市场上迅速涌现出 Apex 英雄、使命召唤战区、战地火线风暴等数款类似产品加入战局。然而，玩家的游戏时间并未同步增长，而且服务型游戏的核心设计逻辑是以用户行为心理为基础，通过精心构建的任务系统、限时活动和奖励机制来引导玩家持续登录和重复消费。其中最典型的手段之一就是 FOMO 效应，也就是错失恐惧症。玩家为了不失去任何奖励，开始把时间投入到这些所谓的非强制任务中，甚至牺牲了与家人朋友相处的时间，或者是其他的个人兴趣。最终玩家们从游戏中获得的乐趣和满足感大大减少。在面对多个游戏同时要求每日上线、完成任务并且刷通行证的时候，往往会感到非常的疲惫，会感到被绑架。游戏不再是休闲娱乐的工具，而变成了另外一种形式上的虚拟上班。我相信有无数玩家曾经像我一样，因为任务压力而选择卸载了至少一款服务型游戏。随着年龄增长，生活节奏的加快，玩家对时间价值的敏感度显著提升。我有一个朋友跟我坦言，他曾经同时在玩原神、命运2和守望先锋2，每天醒来的第一件事就是打开游戏的任务清单，看看今天有什么任务要完成。后来他意识到，他根本就没有享受这其中的任何一款游戏，只是在机械的完成目标。这一现象反映出服务型游戏在试图最大化玩家留存时，常常忽略了体验的可持续性和游戏本身的乐趣，最终反而导致玩家的流失与抗拒。与此同时，一旦玩家停止游玩一款服务型游戏，他们是不会再回来的。第一，是因为不上线的这段时间错过的可能太多，他们可能会跟不上大部队的节奏，重新开始的学习成本又太高。而第二，则是那种不用每天在游戏里打卡上班的解脱感，会让他们不回头的想法变得更加坚定。服务型游戏在不远的将来一定会成为自身成功的受害者，它将会淹没在自己制造的海洋当中。
创意的停滞是开发商无情追求可预测收入而非创新的直接后果。服务型游戏的本质要求开发商持续的更新，新地图、新角色、新皮肤、新活动，他们用这些东西保持玩家的参与度，但这种内容生产的流水线往往以牺牲真正的创造力为代价。开发者被困在日复一日生产相同机制、相同玩法循环和相同氪金驱动功能的循环当中，几乎没有任何空间去进行玩法上的实验和冒险。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 NBA 2K 系列，这个系列在篮球游戏品类中达到了垄断的地位之后，玩家长期以来批评该系列的年度更新不断重复利用旧资源，未能带来实质性的玩法革新或者模式进化。但是 2K 坚持每年都推出新作，并辅以季节性更新以维持收入，这种创意停滞也波及到了开发团队，他们鲜有时间或者是资源去尝试新项目或者提升自身的技术能力，陷入一种周而复始的消耗状态。然而这种按部就班的方式让发行商沉迷，几乎不需要创新的赚钱方式堪比印钞，这也让 2K 的这款游戏始终无法跳出既定的框架。另一个例子则来自曾经标榜自己为暴雪出品必属精品的暴雪。暗黑3经历了数十年的更新后，各方面系统已经相当完善，玩家期待暴雪在暗黑4中再创新高。但是游戏发售后，很多暗黑3时代广受好评的机制竟然在暗黑4刚发售的时候全都不见了，还是后来通过每个赛季的更新一点一点加到游戏里的，让人大失所望。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暗黑4的更新变得十分的可预测，每隔几个月推出一个新赛季，循环利用相似的任务结构，以及源源不断的付费外观和通行证奖励。直到现在，游戏给我的感觉更像是一个重复的循环，而不是全新的游戏体验。开发者受限于紧张的日程安排，几乎没有任何机会重新构想游戏的核心系统，或者在设计上大胆冒险。有的人说暗黑4就是一个大号的暗黑不朽，我个人觉得非常有道理。暗黑4之前和剑锋传奇的联动，全套联动套装的售价高达$150，比游戏本体加上资料片一起的价格还贵。原本剑锋传奇的主题其实非常契合暗黑4，然而江郎才尽的暴雪愣是只做了个打精英怪收集颗粒兑换道具的游戏内 event，连个活动 BOSS 都没有。更恶心的是，购买的时候需要16500枚白金币，但是暴雪的充值系统不支持直接充值正好够用的游戏币，玩家被迫需要选择更高的档位才能购买，导致如果你想要全部收集，就必须充值更多的钱。或许会有很多人觉得他只是卖皮肤，并没有卖数值，但是在我看来，如果你真的喜欢一款游戏，这个钱你是一定会花的。暴雪的这种行为吃相极其难看，这是摆明了收割他们最忠实的核心玩家，完完全全的背刺行为。更不要说这种情况在同样是暗黑招牌下的暗黑不朽手游里登峰造极。这些曾经制作出开创性单人游戏的工作室，他们的开发者如今被锁在年复一年的维护相同服务型游戏的循环当中，这不仅扼杀了创新，还限制了行业培养原创创新型人才的能力。在这样的环境下培养出来的从业人员，在我看来千篇一律，游戏行业的未来岌岌可危。相比之下，那些愿意坚持单人游戏沉浸式体验的工作室，为开发者提供了实验和讲述完整故事的自由。类似《博德之门3》和《33号远征队》这样的游戏，推动了技术和叙事的边界，提供了在游戏结束后仍能让玩家回味无穷的体验。这些游戏之所以成功，是因为他们优先考虑他们的游戏好不好玩，而非留存的指标。这是服务型游戏开发者很少能够享受到的奢侈。行业从单人游戏向服务型游戏的转变，
剥夺了曾经定义游戏行业的创意多样性，使服务型游戏产出同质化的内容，开发团队难以激发创作的灵感，在追求可预测利润的过程中，忘记了游戏行业的繁荣依赖于创新而非重复。通过将开发者束缚在服务型游戏的开发模式上，他们创造了一个用牺牲创造力为代价，以换取短期财务稳定的环境。什么情况？我个人认为，服务型游戏最具破坏性的问题，就是他们激进的、充满掠夺性的微交易模式，侵蚀了玩家的信任。最初，服务型游戏凭借其免费进入的商业模式，赢得了不少玩家的青睐。这种免费玩的模式，让玩家无需为游戏本身支付高额的费用，可以直接下载并体验游戏的基本内容。这种模式打破了传统游戏必须购买的限制，吸引了大量玩家的加入，并给了那些之前不愿为游戏付费的人一个尝试的机会。免费游戏的优势显而易见，它能够吸引到更广泛的玩家基础，增加活跃用户的数量，同时通过微交易的方式盈利。而对于玩家来说，能够在不承担初始成本的情况下体验游戏的内容，是一个相对公平的交易。但是现在的微交易真的是一点也不微啊！随着时间的推移，许多游戏厂商开始变得愈加剥削，越来越侧重于通过激进的氪金手段来最大化利润，而非关注玩家的长期满意度和体验。尤其是随机抽奖类的机制，例如抽卡或者开箱系统，越来越成为游戏内氪金的核心方式。这些设计表面上看起来是玩家自愿的消费选择，实则通过赌博式的设计，巧妙地利用了人类的心理弱点。许多玩家为了获得特定的稀有物品，往往一次次抽奖，不知不觉中就陷入了不断消费的怪圈。这种行为不仅极大地增加了玩家的经济负担，也给玩家的心理带来很大的压力。而且购买皮肤的价格越来越高，甚至有时单一的皮肤价格几乎等同于一款完整中型游戏的售价。一些高质量的皮肤，就像我上一段提到的暗黑4一样，可能价格高达几十美元甚至更高。确实，这些皮肤不是玩家必须购买的，但他们往往通过限定时间和稀有性激发了玩家的购买欲望。曾经玩家随时都可以购买的个性化装饰，逐渐转变为必须拥有的现实虚拟物品。英雄联盟这个游戏之前甚至推出了一款定价430美元的 Faker 阿狸皮肤，欧美有些年纪小的玩家为了拥有这款皮肤，竟然纷纷使用 Afterpay、Zip等分期付款服务，去用贷款购买这个皮肤，令人啧舌。为了促使玩家频繁消费，游戏公司将利润最大化作为目标，最初的免费游戏承诺变得越来越不可信。玩家逐渐意识到，所谓的免费背后隐藏着巨大的消费陷阱。像索尼这种公司，甚至在本体本身就已经存在微交易的前提下，游戏本身还要问你收钱。最终，这种模式让玩家的体验感受发生了巨变。本来期待享受游戏的快乐，变成了不断被要求消费、被各种游戏内的付费商品诱惑骚扰的疲惫感。游戏的核心魅力，比如与朋友一起玩乐的乐趣、探索新世界的激情、打破记录的成就感，渐渐被这些不断推送的消费提示所淹没。因此，尽管服务型游戏依然可以在短期内获得可观的利润，但这种过度依赖微交易的做法无疑会带来更严重的后果，那就是玩家的流失。最终，开发商可能会意识到，尽管他们通过激进的手段成功地榨取了大量的收益，但他们也失去了玩家的信任和忠诚度。行业的贪婪将服务型游戏变成了财务实验，一点一点地毁掉了自己之前多年积累的信誉口碑。Later. 或许现在是时候放下对服务型游戏神话的执念，重新回归创作本源了，那就是让游戏回到那个最纯粹的起点，让人感到快乐与自由。唯有如此，游戏行业才能重新找回它作为第9艺术的荣耀。Anyways， 欢迎收看第9频道，感谢大家的陪伴。如果你也有对服务型游戏的看法，欢迎在评论区分享，也别忘了订阅、关注、点赞、收藏。我们下期见 ，Peace。
这特好。I don't give a damn。我天，我觉得我是帮你省了100万，天哪，特好特好。你看你自己看。